嗨嗨，欢迎回来惊奇5分钟。2个礼拜前，波克夏举行了年度股东大会，数千名股东聚集在此，汲取董事长兼执行长巴菲特和副董事长孟格的智慧和见解。以下是他们在会中发言和回答股东提问的10大关键点。想更加了解未来的财经趋势，那你可不能错过今天的影片。第一关键，台积电。巴菲特说，台积电是全球管理最佳且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并说，在我看来，半导体产业没有任何公司能和台积电匹敌。但重点来了，他也说他不喜欢他的位置，也重新评估了，并说投资日本让他觉得更自在。他也说波克夏在日本的投资还没结束。我们在目前知道，波克夏已经出清所有台积电的股份。第二关键，苹果。巴菲特承认苹果的业务表现优于波克夏旗下的所有公司，并说 iPhone 在消费者心中的地位，使它成为一个非凡的产品。老巴也说他很高兴能持有苹果股票。第三关键，略微看淡经济前景。巴菲特说，他相信波克夏诸多子公司的经理人对消费者行为的迅速改变感到意外。他认为经济前景对波克夏旗下企业的获利构成压力。他预期今年的获利将低于去年。美国经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正在消退。他也说利率环境仍将提高波克夏的投资报酬率。第四关键，银行业动荡。巴菲特提及，银行业近期动荡是因为恐惧心理的快速传染、差劲的监管奖励措施以及假讯息传递等因素所共同造成的。他也认为，银行决策层应该为近期的金融动荡负责。第五关键，银行挤兑和美国倒债的危险性。巴菲特说，民众心里担心存款是否安全与美国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非常认同美国当局迅速为矽谷银行和新乐彻银行存款提供保险，这项决策能避免灾难性影响的发生。第六关键，美元地位。他认为美元不会失去全球货币的优势，但美国政府的腐烂开支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巴菲特说，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如果你让精灵跑出瓶子，人们一旦失去对美元的信心，就非常难恢复。此外，有关波克夏可能全面掌控西方石油公司 Occidental Petroleum 的说法也得到否定。在此之前，波克夏花了数月时间买进这家能源生产商的股票。第七关键，接班人。巴菲特一再重申他对接班人亚伯的信任。亚伯在股东提问时间也有速度从中插话，表达认同巴菲特的说法。第八关键，车险。波克夏的车险部门在6季以来首次获利，但负责主管詹恩表示，公司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将其技术现代化，并与竞争对手并驾齐驱。第9关键，价值投资。这其实也是巴菲特不停强调的，价值投资的机会一直都来自其他人做蠢事，总会有人在投资方面试图展示自己比别人聪明，而这个世界太过短视近利，呼吁投资人不该根据情绪做决定。第10关键，房贷。巴菲特被股东请求提供人生建议时，幽默地回答，你应该写下你的讣文，然后试着怎么活得像讣文里一样。他说，人们不会随时间变得更聪明，但能变得更有智慧。他也强调仁慈的重要性，并且建议除了房贷之外，不该有任何债务。那我们不该在夜里担心自己目前的投资。以上就是我们精心准备关于波克夏股东会的关键点。如果喜欢这类型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并和我们分享你对波克夏股东会的心得吧。我们是惊奇5分钟，我们下次见。